他快！哈哈，超了！这么快就超过我了吗？我们的银河1.8呢，已经开了有半年多了，之前也做过一系列的测试，总体来说呢，还是比较满意的。高温环境呢，可以说是电车的克星之一啊。你想想，持续高温呢，它会影响电机的输出性能；高温环境下，车内的甲醛挥发，还有空调的制冷效果，都会影响你的乘坐舒适性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进行一系列的测试，叫做夏季高考，来看一看这台银河1.8它的性能、智能化、舒适性会不会受到高温环境的影响。为了更直观、更客观的呈现出来呢，我们也找来一辆同级车型比亚迪汉 EV。首先呢，我们就进行最硬核的性能测试，来看一看这两台车到底怎么样。实测走起！为了呈现在极限条件下比亚迪汉和银河1.8的加速性能，我们将在35度的室外高温和超过45度的地表温度下进行性能实测。同时，车内满载除了一位主持人，还将配重约240千克的水，确保负载在300千克左右。高温环境下，两台车相继进行10次0-100加速测试后，在起点同时出发，比拼加速，看谁先冲到终点。这台银河1.8是后驱新建远航版官方提供的0-100加速成绩最快是5.95秒，我刚刚也是跑了10次，具体的成绩大家可以看一下表格。最快的是第一次6.47秒，高温条件下性能是有一点点的衰减，但基本上都维持在了6.5秒和6.6秒。要知道，今天室外温度是在35度左右了，而且这一台车是在负重300千克的条件下跑出这样的成绩，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你们知道最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吗？是这一台车它的底盘，因为是后驱嘛，我地板垫全力出发的时候，银河1.8没有很明显的抬头，而且它的4轮基本上是稳稳的贴在地面上，底盘很稳很扎实。高温呢会影响磁场的强度，进而降低电机的输出性能。刚才呢我跑了10次0-100啊，这台比亚迪汉 EV 荣耀版前驱尊贵型最快的成绩呢是9.2秒，后面有几次加速已经超过9.5秒了，而且我好像闻到了一点点的焦味，可能是因为地表温度太高的原因啊。但高温嘛是无差别攻击，银河1.8估计和我一样性能也会打折扣，所以接下来的0-100加速 PK 我也不一定会输。走，出发！哇，我比他快！哈哈，超了！这么快就超过我了吗？最终，在两车的0-100加速测试中，银河1.8凭借着更强的性能和更稳定的输出，很快将比亚迪汉甩在身后。从0-100加速成绩来看，也确实如此。在10次0-100加速测试中，银河1.8最快成绩为6.47秒，0-100加速距离为102.5米，而比亚迪汉最快成绩是9.2秒，0-100加速距离为154.97米。两车性能都有衰减，但相比之下，比亚迪汉受到的影响更大。哎，我有点不服哎，0-100加速你本来就比我快2秒，那超我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你就说错了，我们比的不仅仅是加速，而是在高温环境下，我的这台银河1.8它的3电系统受温度的影响更小。你看我跑了10次的加速，它的0-100加速成绩依然可以稳定在6.5秒和6.6秒，这就非常难得啊！加速性能只是一方面，这样咱们再比一比两台车在高温环境下的制动性能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走。同样在室外35度的高温下，银河1.8和比亚迪汉也都是负重300千克，在同一场地、同一起点，先后进行10次100公里制动实验，先加速到时速100，再紧急制动，看看谁的制动距离更短。从结果来看，高温环境下10次紧急制动，银河1.8最短制动距离为30.14米，且基本都维持在了33米左右，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热衰减。比亚迪汉制动距离第3次最短为39.75米，最后一次制动距离增加到了43.46米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减。怎么样？2回合都输了，心服口服了吧？确实没想到啊，高温会对加速和制动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是的，
高温环境下会对三电、刹车盘以及轮胎呢产生较大的影响，尤其是长时间的制动，比如说下坡的时候，你车辆的制动力呢会大打折扣，进而影响驾乘安全性。而我身边的这一台银河 E8呢，无论是加速还是制动，都是比较稳定的。其实我比亚迪汉 EV 的表现也挺好的，热衰减的幅度也不算大，稳定性呢在所有电车里面肯定是第一梯队了。别急啊，不只是加速和制动，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测试等着你呢。那走着瞧呗，下期见。